时隔多年再见钟燕西，即便是穿着保安服，她还是那么好看。看钟燕西在人头攒动的音乐节现场维持秩序，与多年前高中入学那天初见时的样子几乎没有变化。而我也如当时对她一见钟情那样，再次心跳加速，呼吸烧滞，停在当下犹如雕塑。她还是从前那个少年，我对她二见钟情。在16岁至18岁的3年高中时光里，我曾无数次窥探钟燕西的样子。我特意选做别人都不喜欢的偏角靠墙位置，只为了可以透过旁边的那扇窗户，隔着楼道看见对面教室的钟燕西，一个如白杨般挺拔、眼神清冽，但又举止温和有礼的男同学。对钟燕西的暗恋是在整个高中时期最大也是最隐蔽的秘密，因为除了我自己，再无任何一人知晓，包括我的同桌好友艾小云。我对钟燕西的暗恋可谓是将一个暗字执行到底，就像是2间教室中的楼间回廊距离不可飞越一样，我与他的距离也始终着一段不可逾越，而且我也没打算逾越的距离。我暗恋了他3年，而我们在这3年里始终是陌生人，不是同学，不是朋友，甚至连直接的对话都没有过。我与钟燕西的交集在高考后彻底断绝，各奔前程。高中生涯的结束，我告诉自己，这场少女心事的暗恋也应该彻底终结，所以特意规避去看关于他的信息，觉得既然故事从来没开始过，也无所谓结束，永远都无人知晓就是最好的收场。度过半年普通的大学生活后，我也如大多数人那样有了份校园恋情，与男友初时相处甚欢，之后日渐摩擦，在冷战与借口过后，发现对方的劈腿，问及原因时，男方还反咬一口认为是我太过无趣呆板，最终和大多数俗套的恋爱曲一样，两人最终不欢而散。高中时，我与艾小云既是同桌，又是上下铺，整个高中时期算得上是形影不离，没有时代姐妹花式的误会撕逼，更没有狗血的算计背叛，就是普普通通的延续着一场正常的友谊，不论是生活还是学习上都相互帮助。直到高3毕业，我们进入不同的大学后，依旧保持联系。得知我失恋，艾小云特意前来陪了我2天，并将一张音乐节的入场票送给我，让我去热闹一下，将这段糟糕的感情经历忘记，打起精神，以后还会遇到更好的人。冷静下来后分析，我倒也算不上多为前男友的离开多伤心欲绝，更多的是被背叛与欺骗的失望，前后反差的嘴脸令人怀疑这近1年的时光到底是真是假。在音乐节上震耳欲聋的音浪中，我针对前男友的背叛破口大骂，直到钟燕西出现，时间就来到了现在。吵闹的音乐节现场原本如一锅沸腾的油，我跟着队伍群魔乱舞，像把自己塞进滚筒洗衣机里在搅动。而在看见钟燕西的一刹，世界就瞬间成了一杯温茶，岁月静好，再无暴躁。古语有云，人生4大幸事中有一件就是他乡遇故知，更妄论是遇见自己少女时期暗恋的对象，怎么想都应该是件美好的事。我也曾幻想过下次再见到他时应该如何华丽逆袭，让他眼前一亮，但是怎么也没有想到是在此时此地此情此景，我只恨自己今天怎么不直接戴个面具呢，这样我就能直接不用脸，也就不会丢脸。眼下我一身小丑女的 cos 装扮，用最浓重的眼影与眼线，敷最厚重夸张的面妆，涂最死亡的血腥玛丽色号，脸上2道黑色泪痕清晰可见。在1秒之前，我还仗着在这儿没有人认识，边跟着人群疯狂摇摆，边嚎啕大哭宣泄情绪，撕心裂肺的大骂前任的渣，口吐芬芳，十里飘香。正当我悲观地想着在这里遇上钟燕西真是不幸的时候，第2件不幸也瞬间降临，那便是久旱逢甘雨。一场瓢泼大雨降下，人群尖叫惊呼，我脸上的妆容更被冲刷得吓人。果然，坏事情总是会扎堆出事。紧接着，另一句俗语也要应验，那就是有1有2就必有3。第3件不幸只间隔几秒就发生了，人群混乱的避雨时，不知道谁撞了一下，我脚底一滑，直接跌坐到一滩软泥里，我那修身小短裙便染了一大团无法解释的颜色。在我被人混乱的人群挤得不能起身时，是钟燕西过来抓住了我的手臂，将我从泥地里拉起来，顺势脱下外套披到我的身上，盖住因跌坐在泥坑后导致的尴尬场面。舞台灯光在场中流转，我抬头近距离看他在光影间的模样，暴雨中都没有狼狈，这也太好看了吧！我脑袋里瞬间涌过千言万语，转忧为喜，想着这或许是不幸过去后的幸运呢，我要跟他重逢，然后接近他，吸引他，重操当年的暗恋大业，再转为明恋。当我满脑袋想入非非，打算捡起一份体面说句谢谢，再说句好久不见，开启久别重逢的戏码时，脚不争气的再滑了一下，我扑撞到钟燕西的胸口，在抬头推开距离时，见到他白色体恤上印了一张脸。那一刻，一切胜过千言万语，我们都惊了。下一刻，我几乎丧失理智般迅速脱下外套还给他，然后投入拥挤的人群，并且丢下一句话：谢谢，我们不认识，从来没见过。在我最狼狈的跑开时，心怀最后一丝侥幸，他或许认不出我，毕竟今天的样子太异类。
时隔2年后，我第一次主动去打听关于钟燕熙的消息，才得知她的大学与我同在一城市，并且相距不远，甚至还巧合的与艾小云在同一所大学。她会去音乐节当保安，则是周末的一项兼职工作。我立即掏出手机，给艾小云发去消息，表示要去探望她，明天，立刻，马上。可我明天要帮学校拍宣传照，很晚才收工，可能没时间陪你。艾小云有些为难。没关系，我等你，能顺便逛逛你的学校，一切正中下怀，我窃喜，这样能合情合理的在钟燕熙的大学打探情况，弄清楚他在哪儿，当下如何。我在脑子中做出了知己知彼的第一步计划，然后再筹谋与他的巧遇与重逢的第2步，再到或许能发展些什么的第3步等等。然而第2天当我见到艾小云时，所有的计划都一步到位，亦或是说全成了泡影。艾小云作为女主角，在为大学拍摄校园学子的形象片，摄影计划里还有一位男主角，就是钟燕熙。2人穿着印有大学校徽的西装站在一起，一个娇俏靓丽，一个阳光俊朗。旁边围观的学生不少，稀稀疏疏的私下讨论着八卦。艾小云与钟燕熙算是本校的黄金搭档，2人不仅长得好看，还都学业出众，时常作为校方选中的形象代表本校参加活动，是本校最具知名度的全民 CP。当天的拍摄结束后，艾小云兴冲冲地拉我去吃饭，钟燕熙同行。作为昔日高中校友，钟燕熙还记得我，说记得我那时候乒乓球打得特别好。我只能尴尬地咧嘴笑，只说这么古早的事情早忘记了呢。你的事情倒是很难忘，毕竟都不算寻常。我们高中后就再没有见过吗？没有，肯定没有。我连摆手否认。哦。喝茶吃菜，我对着笑脸转移话题。好在钟燕熙不是个难缠的个性，更好在没有问及音乐节上的事情。我庆幸于他应该是没有认出我。一起吃完饭后，艾小云称正好有电影票，就张罗着3人同行去。到了影厅中，艾小云与人换了位置，才将我们3人连在一起。我才忽然想到，昨天艾小云的有意推迟见面，大概就是今天要与钟燕熙一起约会的。我的前来其实就是个十分煞风景的局面，他是临时在天买了1张票才凑够3人。幡然明白后，我只觉得尴尬无比。本来我和其他人约了看电影，对方有事来不了，正好补张票，我们一起来看。艾小云看我有疑惑，就顺口解释，我只当是他为顾及我的面子而扯的借口。整场电影都在神游，心酸成柠檬。结束后再不想当电灯泡，可又恰逢一场大雨，3人被困在街边望雨兴叹，我想走都走不掉。我穿了一件轻薄的裙装，被夜风加雨吹得有些发凉，就搓了搓手臂。钟燕熙把外套脱披到我肩膀上时，我有0.1秒的欣喜，但之后就是瞬间涌上的警惕、诧异和随之而来的不悦。他如果与艾小云是暧昧的关系，那么这样给另外一个女孩披上自己的外套，多少是有些不够得体。再从这个披衣的动作，我又联想到在音乐节上的临危相助，当时只觉得是暖心之举，可此时却觉得他真是不讲究，随便对哪个女孩都能这样做的滥情。我以一种审视的目光打量钟燕熙，她则一脸无辜且纯良的模样，回以微笑，好像不明白我为什么这样看她，反问我是不是脸上有脏东西。这个人到底是真的心大，还是渣男装小白脸？我在心里打出问号。艾小云依旧如从前一样，时常来找我玩，只是自从那天之后，多了一个钟燕熙，我们成了3人行的局面，一起去玩剧本杀、看电影，偶尔还会带着胆子去游乐园玩些吓人的项目。别看艾小云长得可爱爱，却是个刺激项目的热爱者。今天又叫非要一起去闯鬼屋，我本来是不想去的，但奈何他拉着我不放，我只能硬头皮上。在乌鬼里，我没被 NPC 吓到，倒是被身边同行伙伴的尖叫吓得不行。仓皇中，一群人4跑散，原本拉着我的艾小云也在黑暗中跑掉，只余下我一个人。兴许是看我落单，几个 NPC 同时上来吓我，我下意识踉跄着后退，脚底踩中不知道谁落下的手机，滑了一下，人就仰翻过去。在我惊出一身冷汗，以为要撞上墙壁时，有一只手自身后拖住了我的背，脚下的手机亮起，自下而向投来一束光。我侧头看到接揽住我的人就是钟燕熙。钟燕熙捡起手机，于黑暗中隔着衣袖面料握住我的手腕，让我不要害怕。他带我出去，被牵上的一刹，我瞬间在黑暗中红了耳朵，大脑空白。恰逢一个 NPC 忽然跳出，我在毫无防备中被吓得惊呼。钟燕熙立即将我护到壁侧，轻拍我的肩膀安抚。对这种下意识的保护举动，说我没有感觉到甜是假的，但随后立即又有些愤怒。好你个钟燕熙，居然吃着碗里望着锅里，有了艾小云还对别的女生献殷勤，而且这个女生还是艾小云的朋友，真是枉费我当年那么喜欢你，你这个渣渣。出于对初恋暗恋对象的失望，更是对于朋友艾小云的负责，我决定收集钟燕熙是渣男的证据，等到铁证如山后摊牌，让他滚出我和艾小云的世界。设好目标，正当我愁于要如何入手时，钟燕熙就将机会送到我的面前，让我暗呼一声天助我也。钟燕熙来找我，并且没有与艾小云同行，拿着2张 Live House 的票约我一起去。小云知道吗？我记得他提过，不
不太喜欢这种风格的音乐，可能觉得无聊吧。而且他今天有别的事，所以我只订了2张票，就我和你。钟燕西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，微微低头。好你的个渣男，渣得明明白白，又说的巧舌如簧，理都让你占了，不就是为了背着艾小云约别的妹子吗？还装什么清纯大男孩，跟我玩低头微笑杀呢？我在心里暗骂钟燕西，脸上还是笑嘻嘻，让他在楼下等我一下，我化个妆就下来。这个妆我一化就是1小时，结果真到我下楼时还是素面朝天，穿得一身随意。其实我只是在楼上多看了一期综艺，故意将他量着。一起去看演出的期间，我暗中观察，借机打探，果然发现他还在与另外一个女生微信联系，约好明天上午在图书馆见面。我第2天早早到了他们约定的图书馆附近蹲点，果然在不久后见到钟燕西与一个女孩见面，女孩把一只盒子交给他，两人有说有笑的聊了一阵，之后还拥抱彼此。我赶紧掏出手机拍下证据。不时，我的手机收到消息，钟燕西询问我今天在哪里，想约我健在。眼前的妹子还没走，就想着来约我。你个渣男！我握紧了手机，咬得牙根痒痒。因为担心在手机里讲出真相后对艾小云打击太大，身边又无人照顾，所以我先询问确认艾小云所在位置，知道她正在一处商业区逛街，就毫不耽搁地直奔她所在。同时，我再将地址发给钟燕西，也约在那儿见面，就是打算当面拆穿钟燕西的渣男真相，人证物证俱在，然后陪艾小云手撕渣男。然而，当我赶紧到艾小云的所在的地方时，先隔着马路见到的却是艾小云与一个男生牵着手在街边闲逛，共吃同一只冰激凌不说，情到浓时还亲吻了男生的脸颊。这是哪出？艾小云劈腿了？我打出大大的问号。钟燕西在背后唤我的名字，他如约找到了我。我有东西送给你。钟燕西将一只盒子递给我，我认出是图书馆里的女生给他的那只，本以为他是又渣又坏的将别人送他的礼物转手，打开后就知道自己应该是误会了。那是一幅有知名运动员签名的乒乓球拍，那个运动员曾是我的偶像。我记得你很喜欢这名乒乓球运动员，正好有亲戚工作时能接触到，我就托人帮忙拿了签名。亲戚，我瞬间懵了，原来那个女孩不是他劈腿的对象。愣了一下后，我的余光扫过街对面腻歪的2人，然后迅速回头推动钟燕西转身，以一个撇脚的借口领他朝另外的方向去，以此为艾小云打掩护，也让他不难堪地撞见真相。原来他才是被渣的那个人，好惨！艾小云是我的闺蜜好友，我实在不能出卖，可在知道钟燕西的处境后，我又于心不忍。左思右想后，我约钟燕西在公园里见面，绿油油的草地上，我穿一身绿裙子与绿鞋子，甚至头上的发绳都选了绿色，只希望给了这一系列的暗示，他能够明白自己被绿了。我问他能从我身上看懂什么信息吗？他疑惑半晌后回答称绿色很衬我，还顺手从路边小摊上买了条绿色的编织手链送我，说这样更配。我对他的理解能力无语凝噎，他则悠闲地坐在公园的绿草地上，又和我聊起从前的旧事，说虽然我们不算认识，但其实在高中时曾有2次交集。我当然记得那2次交集。第一次是在市校运动会上，在乒乓球队比赛的入围环节抽签，他抽中我。当时我一直以为钟燕西会参加更有观赏性的项目，例如篮球、跳高或是跑步类的项目，没想到报选了个这个项目，还对上我。隔着一方球台握紧手里的拍子，我心跳与呼吸节奏都是紧张的，不是因为这决定输赢，而是因为对手是他，真是令人心烦意乱的一个对手。特别是他冲我礼貌的微笑问好时，我忍不住的满心欢喜，还要藏在冷静的表象之下。我的乒乓球在全校公认最强，只要我愿意放水，就能让他至少进到入复赛。于是我毫不犹豫地下了杀手，用最凌厉的手法连杀3局，将他踢出入围赛，眼不见为净。第2次交集是全年班一起前往博物馆参游的活动，相对于珠玉金银器和字画名品，我更喜欢去冷门的陶器馆看那些灰头土脸的塑件，不仅称不上画美，有的甚至有连形状都不规整，足见制作时的手艺匮乏。但我却觉得相比后来历朝那些华贵精美的金银珠玉，这些不完美的手工艺品更能标志人类文明的缘起，像是星星之火燎原原野时最初的火星。我没有料到会在那儿遇上钟燕西，还不约而同地站在一堆陶器物品碎片前，虽然只是1分钟不到的短暂共处，且都一言不发。在活动之后，校方发起参游博物馆的主题征文，钟燕西的主题就是那堆碎陶片，称些粗糙的陶片是文明起源的火星。我看文章时红了脸，像是被人读中心事，这样的默契让我欣喜又有些生气。这个人怎么不仅能长在我的审美点上，还跟我看法相同呢？于是我采在征文截止期前投入1篇稿件，最后这场征文我成为第1，钟燕西第2。当时艾小云得知结果时跑来向我报喜，啧啧感叹我技高一筹，为班级争光，还调侃说我和这个钟燕西也算是一段孽缘，但凡遇上他，我都要将他踢出局。不熟，不认识，没兴趣，巧合而已。我写着作业头也不抬的回答，实际是怕自己抬头说谎时被看穿。
而当抬起头的那一瞬，我就后悔了自己一时倔强的嘴硬。彼时，窗外午后阳光正好，钟燕西站在一窗之隔的外面，将我的话听得清楚，倒没有生气介怀，只是有些尴尬无措。钟燕西去拿校方补发的征文获奖证书，因为同在一层，老师就让他顺便带给我。我接过红色的证书，不知该如何解释，他倒是笑得温和而大度，目光扫过我桌角上摆着的运动员周边，为我送上了考试前的祝福。考试加油！你是不是有什么事要告诉我？一直在走神，欲言又止。钟燕西到底还是不傻的，问了我一个核心问题，打断我的走神回忆。我支支吾吾，不知该说什么，不想出卖朋友，也不愿看自己曾暗恋的人被蒙古里，最后只能问他喜欢艾小云什么，又说他那样的女生应该有很多男生会喜欢，如果他真的在乎和喜欢，就应该多些时间陪他，而不是花心思在其他人身上，即便我是他的闺蜜好友。钟燕西听了我为难的提醒，微微睁大眼睛，从他错愕的神情中，我想他应该是终于明白了我的所指，尴尬的起身告别。然而我没曾想，正因为我对钟燕西的善意提醒，他会再次找我，并且一而再再而三的来。初时说要感谢我的善意提醒，请客一餐作为报答，再来说是听过我提醒的事后才恍然大悟，痛定思痛，是我给了他正确的方向，于是再请我看电影以示感谢。我向艾小云侧面询问他与钟燕西现在的关系时，艾小云轻描淡写地回了一句，就是朋友呀。我就忍不住叹息，自己这是亲手毁了一个人的感情呢，我真是有罪。钟燕西好可怜。第三次钟燕西再来找我，我刚想抢先拒绝任何的答谢，他则抢先在我的抢先之前苦着脸说自己实在心情不佳，而这一切的源头都是因为我得负责。于是出于良心的谴责，我只得同意赴约陪他去迪士尼散心。在迪士尼里被拉着东看西看，起初我还总想着真人真可怜，可后来被气氛与环境带动，也就只顾得玩，从白天玩到夜晚，一起看烟花秀，跟着人群一起欢呼。当我偷偷侧脸想去窥探钟燕西时，却撞上他正看我的目光。我在夜色烟花中红透了脸，一如从前的心跳加速。当天出园的人群非常拥挤，为了不走散，钟燕西握住了我的手腕，他在前面为我开路，我跟着他亦步亦趋。即便是我一再提醒自己不应该对朋友的前男友有非分之想，并且还是我亲手拆散了他们，这是不道德的，但那种自心底升起的欢喜情绪是理智怎么都无法控制的。钟燕西送我回去，一起并肩坐在车上看窗外的街道，穿过半个城市后到达目的地。在大门外，他向我道别，并向我道歉。道歉？其实我今天心情没有不好，只是假装的不开心。啊？为什么？为了能约到你出来，能有理由见到你，这句话并不太明显，但也足够明显地表达了其中含义。我张了张嘴，却接不下去话。这近乎告白的言辞令我欣喜若狂，又极度自责与良心煎熬。天哪，我在做什么？这可是我朋友的前男友，我要变成渣女吗？我匆匆说了晚安，转身跑进大门，头也不敢回。当夜，我收到了钟燕西向我说晚安的信息，却始终没敢回复，并且因为这一句晚安，我几乎彻夜不能好睡，心烦意乱。第二天，当我趴在桌上翻转着签名球拍纠结时，钟燕西发来信息询问我是不是生气了，他向我道歉，希望能见我一面，向我解释。恰逢一通电话打来，我接起后听见是前男友的声音，他也在电话那头道歉，希望见我一面，更想我能原谅他，和他重归于好。我与前男友在一处视野开阔的树下见面，他捧着花，带着当初我送的首饰，一再反省自己当初的有眼无珠，推脱于自己当时的情绪冲动而做下的分手决定，撇清与劈腿对象的关系后得出的结论，我才是最好的女孩。他在系列事件后才觉得最喜欢我，所以想和我复合，并一再保证以后会当个温柔贴心的好男友，绝不会让我失望。我听着前男友的话，手里滑动着他所劈腿那位女孩的朋友圈，截止到昨天的下午还有两人甜蜜合照。显然我这位前男友还不知道，自当初发现他劈腿后，我就用了一个小号加上那个女孩，现在我就活在他的朋友圈内，他们的每天日常全在我的眼皮子下。但我却没有揭穿前男友的谎言，反而是接受了他的花，让他先回去拿件外套，再来接我一道出去约会。前男友高高兴兴地先离开，我捧着花转身看向稍远处的钟燕西，他将手背在身后，已立在那儿望我好一阵儿。我走近，向钟燕西表示原谅他的撒谎欺骗，但请他以后不要再打扰我，毕竟我有喜欢的人。钟燕西的神情很微妙，既有惊讶又有失望，最后却又没过多的说什么，只是点点头说好，然后与我作别离开。我看着钟燕西走远，前男友兴冲冲是拿着外套赶回来时与他擦肩而过。前男友热情地拥抱我，我对此毫无感觉，只是望着钟燕西最后一点背影消失在绿植间，然后瞬间红了眼圈。我推开前男友，将花还给他，告诉他我改变主意了，还是做陌生人吧，期限是永远。
在他惊讶于我的出尔反尔时，我径直抬起手机亮出朋友圈，将他任何狡辩的话堵在出口之前，给个眼神示意他马上消失在我眼前。前男友无话可说，又羞又愤，最后只得悻悻离去。可那束花他倒是没有丢下，也一起带走。不久之后，那束花就出现在那个女孩的朋友圈里，配上幸福的文字。我看着女孩的朋友圈内容笑了笑，随后将整个小号注销，清除与前男友的最后一点关联，没有任何的愤怒与不甘，甚至连郁闷都没有，一身轻松。室友回来时带着一束花递给我，说是有人在楼下的椅子上捡到的，贺卡信封上写上我的名字，就顺便带了过来。一束密密匝匝的绿绣球花，配着些白桔梗，热闹而又不太浓艳。我从花中抽出一信封，见到上面漂亮的瘦金体，就立刻知道是出自于钟燕西。钟燕西写了一封短信，为自己的小心机道歉，解释自己其实从未与艾小云有过暧昧或恋情，真的只是好友搭配而已。当他知道我误会两人的感情后，并没有立即解释，是有意逗我，更是寻找借口能常见到我，因为他害怕没有由来的接近会太仓促。却不料，这样的白色谎言让一切变得更糟糕，使我这么介意，所以他真诚地表示抱歉。白色谎言也是谎言，对不起。以及，我其实喜欢你，落款时间是昨晚的凌晨4点。显然，他也是因为我彻夜未能好睡，今天本来是预备告白。室友一边打理着头发，一边调侃我，在这个电子产品为王的年代，还有人写那么长的一封手写信，可是遇上了真爱，让我好好珍惜。然而，室友这一句话却让我瞬间破防，哇的一声哭出来，抱着花束将头埋在手臂间，不肯抬起。室友上来再劝，更像是一把把盐酒下，怎么都劝不好。我都干了些什么事？我再次去音乐节，挤在人群中，跟随着音乐大喊大叫，口吐芬芳，只是不同于上一次的将目标定在前任身上，这一次我骂的是自己，只恨自己太迟钝太笨，把喜欢的人拱手推走。人群里，但凡有谁听清一两句，都要忍不住侧头投以怪异的目光。这位同学是个狼人，发起狠来，连自己都骂。我骂累了之后，我找了个角落待着，人群人的热闹好像都和我没了关系。艾小云与那个我曾远远见过的男生也来了，他们隔着人群招手后挤了过来。艾小云向我介绍，男生是她的男友，早先是因为刚恋爱不久，所以没介绍，现在可以正式认识一下。听到这个真相，我祝福艾小云的同时，又哇的一声哭了，抱着她一把鼻涕一把泪的，一边祝福恭喜，一边怨她为什么不早说，害得我失去了钟燕西。我跟钟燕西说，再也不要来找我，我把他赶走了。你真那么喜欢钟燕西吗？当然，我那么喜欢他，我2次都对他一见钟情。在我又一次哭花了妆容，狼狈不堪的时候，历史重演，我再见到了钟燕西，正挤过人群靠近。我仰着脖子，不确定钟燕西是否透过糟糕的妆容认出我。下一秒，他用一个挡护的动作为我隔开人群的推搡，我就知道是真的为我而来。现在我把人给你送回来了。艾小云笑着把我放开，拉上自己的男友离去，将嘈杂又安静的一小片环境留给我们。之后，在钟燕西的讲述中，我才知道，当初他在丝毫不擅长的情况下选乒乓球，是因为想和我认识，但我下手太狠，直接把他3阵出局。会喜欢淘气，是因为知道我喜欢，去了解后才有研究，但我又把他比得太惨，还直言鄙视。大学后，他曾找过我很久，找到时却得知我已有了在尝试相处的男友，就选择不联系不出现，仅是与我的好友艾小云保持友情，从他那儿得知一些我的消息。直到我分手，他终于等到出现的机会，买来音乐节的票请艾小云送给我，哄我开心，自己则去兼职，希望从此开始新的重逢。什么？你说其实你上次音乐节就认出了我？当然，一眼就能认出，羞愤难当的感觉再次袭来，我无所适从。钟燕西笑着张开双臂，示意我可以先在他的怀里躲一下。我捧着自己的脸摇头，不想这糟糕的面妆再弄脏他的衣服。没关系，谁让我先对你一见钟情。